Hello， 大家好，今天来到海圖這邊，前面看到善心的魚，以及一條藍冠花鯪魚，看起來也是真的爽。今天的位置主要是在133米坑，那基本是一個小深坑的一個位置。那沉底的話，今天的注意事項其實有2點。那133米坑的話，今天我是使用2個大塊魚肉來作為魚餌進行補釣。那我是感覺的話，比起使用其他的魚餌，在這個位置的話深度適中，所以大塊魚肉的魚餌的話會相對性價比更高。就是唯一要考慮的就是要注意一下你的庫存。同時的話，第2點就是吸引成分的話，一般這個釣組帶響珠的底部釣組會使用2個響珠。這邊的話我也改成了26系列的2個八爪魚，也是使用庫存那種磨損比較高的八爪魚。那這裡的話魚口並不會差的太多，反而還蹲到了一些比較好的獎杯魚，所以個人來說這個改動是極其有效的。來說說今天的一個配置情況，那魚竿的話還是使用計重，輪子的話還是比較常規，使用電輪。那這次的話依舊是使用8號的一個整個魚鈎。那這個釣組的話，因為前面的一個小小的介紹，其實大家應該也發現了，我對這個釣組進行了一個配置上的魔改。就正常來說，這個釣組是用來玩殺蟲的一個玩法。那這次的話，我改成了使用2個大塊魚片。那這個消耗量的話，會相對比較大一些。那同時，吸引成分的一個改動，也讓這個響珠的本身這個成分也有所改變。不過好的是，這個釣組很適合擺浪，不需要一個強抽的一個狀態，所以也是一個非常休閒的一個玩法。接着來看一下引線跟主線這一塊。那主線的話，還是使用205公斤的一個彩虹編織線，這也是一個標配。那跟上一期相對來說也比較相同的就是引線這塊，海出引線還是使用50厘米的2根透明尼龍線，它的整體強度也是在181公斤。那整體的話，正直線的話依舊是使用相对而言不那麼新的一些磨損，大概在5%左右的正直線，181公斤，這個材料就完全足夠滿足需求。基本上也是一些類似脫掉超過5%磨損的一些引線，退下來就可以使用在這個深坑的位置。那魚餌的話，其實偶爾也可以做改動，但我覺得針對今天我的目標魚來說，像小齒鯪魚啊，或者說是馬舌蝶，那這類魚的話，包括脊北鰍這類魚，那使用魚塊的話，相對而言性價比還是蠻高的。當然這點的話，庫存的這個原因，一般來說也是考慮脫釣跟沉底的一個平衡的關係。就正常來說，脫釣的情況下，魚片的整體消耗量會相對偏少一些，因為基本上咬的都是主餌。那沉底的話，魚片的消耗量會非常之大，因為每一次中魚都會消耗1個魚塊。那一般來說也是盡量把一些能切魚塊的魚都最終切成魚塊來進行繼續2次投放，會有可能更好的一個效果，畢竟也不會差太多銀幣。
這裡也是釣到第二條海平柚。那這條小紅魚的話，我也是得到了很多條。回到魚市這邊來看看整體的收益。今天的收益的話，主要是來自於藍冠花鯪魚跟一條比較小的獎杯魚。當然，整體收益的話，應該是超過了3600銀幣，所以也算是一次比較不錯的收穫。